每到快过年的时候，我们经常性都可以听到一句话，就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次一到春节前后就会有很多人准备回家过年，大家都是在火车站、汽车站挤着。为了要回家，即便是需要没日没夜的在手机上抢票，或者是说在火车站候车厅或者是在售票厅去买票排队，大家也是一定都要去抢的。那么在春运的时候去搭乘火车，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很多人说现在就是交通工具发达了，选择性也是比较多了，但是在坐火车或者高铁还是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对于回家的这一件事情呢，其实在搭上火车的前一天大部分人也都是沉浸在了即将回家的喜悦当中了。虽然是说呢，并没有购买到舒舒服服的卧铺或者是说其他的交通工具，但是对于不用自己搬小板凳的硬座也是不错的了。在我们国家的1、2线城市的火车站呢，基本上每天都是要发送几十万的出行旅客的。站在了火车站的门口一望无际的就是人了，人山人海，人挤人。在平时火车站的人流量都是很大的，更何况是在春运这样特别的一个时期呢，所以在这时候更是有很多的人的。其实在这个时候呢，不仅仅是人多行李也是非常多的，每个人都是大包小包的，领着一大堆的东西准备回家过年。很多朋友们在说，那么不会自己开车吗？或者不会就是去坐高铁吗？或者坐飞机吗？其实到那个时候，绿皮火车就是显得它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了。很多在外地务工的人员呢，比如说收入一般的，或者是年龄大的、比较节省的，那么都会选择绿皮火车。大家想想看看，就是扛着那么多的行李，如果是说购买到了坐票，或者是卧铺的人来说呢，可能还是不错的。虽然说位置并不是很大，但是至少能够有一个位置让自己稍微的休息一下的。但是如果说是那些没有买到坐票，买到的是站票的旅客，那这个时候就比较难受了。但是对于就是有经验的旅客来讲呢，他们有些呢会自己携带一张便捷的小凳子的，直接坐在过道里，不仅仅是非常拥挤，而且过道当中人来人往，随时都需要给路过的乘客让个位置。对于在这样的旅途当中其实大家也都是非常疲惫的，看着这样漫长的回家路满脸都是疲惫，因为人很多，车厢当中的声音也是比较嘈杂的，有的人在打牌，有些人在聊天，还有人在外面就是在用手机放着电视，有些小孩子还在哭闹。对于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在车厢当中缠绕着。其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整个人都是昏昏沉沉的，得不到休息。今天给大家来聊一下呢，也是想着让大家来回忆一下，可能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段，有些已经是说在老家那边安稳了，或者是说不经常出门了，像这种场面可能是不多见到了，但是在以前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所经历过，也可以把你们的经历和体验打在视频的下方，咱们共同来回忆一下。眼前的镜头是我前段时间，然后从山东泰安出差去郑州的时候，然后呢就是看到了坐的绿皮火车，所以说呢今天呢突然就是有感而发吧，想着给大家来聊一聊。一般的情况下，在坐上火车经过了就是几个小时以后吃饭的钟声也是会响起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列车员呢是会推着小吃，喊着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八宝粥，来腿收一下让一下。对于在这时候要去上厕所的人呢，他们也只能够跟在这一小车的后面行走了，因为过道上哪里都是人，随便一脚都是会踩到人的。对于在火车上的行程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非常的漫长，就像是一天有30多个小时一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如果说在火车上你就是要是硬座的话，想要眯着眼睛睡一会儿其实也都是奢侈的事情。不提别的事情，光是火车上的一些就是这个人多的这个气味就很难受了，是吧？有泡面火腿肠橘子皮抽烟的有一些这个绿皮火车中间是可以抽烟，有一些也是不可以抽烟的。
有些时候呢，主要是有人呢从你身边路过，是吧？你都可以闻到它已经有很久，就是说那些衣服啊或者洗澡啊没有洗的那种味道了。有些人在火车上，他们还会一起打扑克牌、聊聊天，等等的，对不对？并且声音也是非常大的。其实有的时候呢，大家在说绿皮火车上的环境没有高铁上面的环境好呢，但是呢，就是说要看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哪一趟列车。有的时候呢，还会在火车上呢会碰到，就是因为这个可能是都会碰到嘛。我坐的这一个呢是买的硬卧，现在的这个人呢，我坐的时候是不多的啊。到了慢慢的越往临近过年越是人越多。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车上的那个叫卖声啊，也是有很多的啊，就是永远的，就是不绝于耳，像是卖充电宝的、儿童玩具的，还有卖一些特展的等等的吧，反正他们的叫卖词啊。但是你要是用另外一种心情去想的话呢，他们的叫卖词真的是一套一套的，其实感觉到，也是一种就是这个消磨时间的一种方式嘛，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听他们讲讲，要不然的话你坐在那里也挺无聊的。其实，在经历着几个小时的行程，我们已经是身心疲惫了，也是看到了人生百态了。在车厢当中啊，聚集了这个社会当中的。就是忙碌的人们是吧？有这些为了想要眯着休息一下的人呢，用着各式各样的坐姿啊、跪姿啊、躺姿啊，还有一些表情啊，就是各式各样的人们嘛，对不对？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无能为力。岁月啊，在大家的脸上真的是画出了一道又一道的痕迹。但是啊，其实，在坐车的时候回家的那种心情啊，也没有感觉到这种有多辛苦。对于那些就是在没有买到卧铺、没有买到硬座的那些人们呢，他们更多的是待在两节火车的交界处，但是在这里的人流动性啊是比较大的。对于那些需要上车、下车、上厕所、去拿开水、泡面、抽烟的人呀，就是基本上都是要从这里经过的，而且呢，要是在春节前后啊，人流量大的时候啊，我们就能够想象那种拥堵的过程了。绿皮火车，特别是那种普通的慢速火车 K 字头的票价是比较便宜的，所以说选择这种回家方式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在外面打工的人们，对不对？男女老少都有。他们呢，刚才也说了，都是扛着大大的行李箱，这些行李当中啊，都是他们准备带回家的年货，还有一些带着被子的蛇皮袋呀，是吧？他们聊的话题啊，其实也是跟钱有关系的，像是哪个地方可以挣到更多的钱，今年的收成怎么样，哪个工厂的待遇更好之类的，是吧？不过对于这样一路的疲惫，在回到家中见到家人的那一刻啊，就已经是烟消云散了。可能家人来接你的话，在这时候远远的看见亲人的时候，整个人也都轻松了不少。春运的旅途中，每个人其实都算是一场人在囧途，但即便是这样子的，大家还是会希望能够回家。即便是每年都是这样，但是每个人在春节前后也都踏上了回家路。毕竟家是一个永远都没办法代替的一个地方。如果在平时绿皮普通火车的环境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如果是说在春运期间，这个就是人多的时候，这种环境可能就不能同日而语了。大家感想是不是这样的呢？